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你知道在加拿大有一个账户啊，可以让你当年退税几千块，退休时还可能不用交税吗？而且只要你有收入，它就能够用，它就是 RSP 账户。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 RSP 是什么，有哪些避税好处，和 TFSA 哪一个更适合你，以及常见的坑和正确的使用方法。RSP 的全称是 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， 中文叫做注册退休储蓄账户。它是加拿大政府鼓励大家为退休做准备而设立的一个账户。那么谁可以向 RSP 供款呢？想要合法的向 RSP 供款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必须有已申报的收入，就是 Earned Income， 比如你的就业收入、自雇收入等等。其次呢，你必须在加拿大报过税，并且拥有 RSP 的供款额度 Contribution Rule。这个额度每一年呢，根据你的收入来计算，通常是你前一年收入的18%。但是它有一个年度的上限，比如2025年的年度上限是31560。这个额度加上之前你可能没有用完的额度呢，它是可以累计的。RSP 它有一个年龄上限。你只能够供款到你年满71周岁的当年的年底，之后必须转成 RRAF 或者提取出来。RSP 的供款有一个特别的跨年机制，每一年的供款截止日是第二年的3月初，通常是3月1号左右。也就是说，2024年的报税可以一直供款到2025年的3月1号，这笔供款就可以用来抵扣2024年的收入。这个制度呢，给了你一个报税前的补救窗口。比如你在次年收到了你的 T4 后，发现去年的收入很高，税也很多，可以在报税前抓紧时间供一点 RSP 来帮助你减税。RSP 虽然灵活，但额度是硬上限，超额供款 over contribution 会被罚款。CRA 通常会允许你最多超出2000块不罚款，但是呢，这部分是不能够抵税的。超过2000的部分，每月会被罚款1%，直到你撤回或者额度增加。所以供款前一定要查清楚你的 RSP Deduction Limited。每一年在 CRA 的账户里面，或者你的 Notice of Assessment， 就是税务评估通知上面，你是可以看到你的 RSP Deduction Limited。这里我要再次强调，注册并登录你的 CRA 账户非常重要。之前的视频里也有多次提到，如果你还没有注册并登录你的 CRA 账号的话，请查看这个视频，教你如何注册登录你的 CRA。RSP 总共有3大核心优势。第一是当年省税。举个例子，你年收入8万，如果你在当年放了1万到你的 RSP 账户，那么报税时政府会只把你当作赚了7万块来计算你的所得税，这个时候你的退税金可能会高达2-3千。第二是投资增长免税，你可以用 RSP 投资股票、ETF、债券、GIC 等，期间赚到的利息、分红、资本利得全部免税，只有等到你取出的那一年才用去交税。第三呢，就是退休后取出的税率更低。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会下降，处于较低的税阶，所以那个时候取出钱再来交税的话，你整体的税负比你现在高收入时要低得多。同时 RSP 呢还能够用在2个特殊的项目上面。第一个是购房计划 HBP Home Buyers Plan， 对于首次买房的人呢，他可以从你的 RSP 里面提取最多6万加币自己用，15年内你还回去就可以了。其次是 Lifelong Learning Plan LLP， 如果你想回学校重新读个书，那么你也能够提取 RSP 来支付你的学费。RSP 其实也是一个投资容器，它可以放进各种投资的产品，比如 ETF 指数基金、股票、债券、GIC 共同基金。你可以在银行、券商或者一些在线的投资平台去开设你的 RSP 账户，选自己想要的投资组合。通常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和新手的话，建议 ETF 加分散投资，并且不要频繁的去交易。RSP 和 TFSA 都是免税账户，但逻辑完全不同。下面这张图表呢，我对这2个账户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。通过这个对比呢，
我有一个小贴士给你，如果你现在的收入高，未来收入低，那么你就要优先使用 RSP， 让你的退税最大化。如果你现在收入不高，那么就应该先用 TFSA， 因为 RSP 的退税少，未来反而可能要多交税。RSP 有一些常见的误区，如果你提前取出会被收预扣税，并加入当年收入一起来交税，使你的税负增加。然后就是你没有报过税就放钱到你的 RSP 里面去，因为 RSP 的额度啊，它是靠收入报税产生的，如果你没有报税，那么就没有额度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你的收入不高，还疯狂的往 RSP 里面去供款，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未来退休取出来的时候，边际税率要更高。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实行的是边际税率 （Marginal Tax Rate）， 它指的是你每多赚1块钱需要交的税率，也就是说，它只作用在你新增收入的那一部分。我们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，假如你住在加拿大的 NS 省，你的总收入是6万加币。加拿大的税是阶梯式的，每个省的税率啊，它是略有不同的。在你的收入超过57376的部分，比如1万，就要按照35.45%来缴税。这部分35.45%呢，就是你的边际税率。为什么了解边际税率如何作用，它很重要呢？因为当你决定是否要把钱放进 RSP 的时候，你就要看你目前的边际税率是什么。如果你的边际税率是16.67%，那么放1万加币到你的 RSP， 可能能退税1667块。如果你只在14.95%的税阶，那么你的退税可能就只有1495。同样，退休后的收入下降，边际税率也会变低，取出 RSP 的时候，税就交得更少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边际税率它并不等于平均税率，因为平均税率的计算方法是等于总税额除以总收入。边际税率呢，它是你每多赚1块钱要交多少税。特别要提醒一下的是 ，RSP 不像 TFSA， 取出的额度不会恢复，它取一次就少一次。其实你可以攒额度，以后再用，不用担心浪费。同时，如果你利用 RSP 多收到了退税，我也建议你不要着急把这个退税花掉，你可以将它转存到 TFSA 里面去投资，继续复利增长。RSP 是一个合法避税、储备退休资金的一个利器，合理使用，它能够帮你省下成千上万的税，甚至是买房再进修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讲了什么是 RSP， 怎么避税，哪些人适用，它跟 TFSA 的大概的区别是什么。下一期呢，我会做一个完整的对比，如果你只有1万块钱，应该是放 RSP 还是 TFSA。OK，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说说你更常用哪一个账户，也可以提出你的疑问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别忘了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拜拜。